这是一部被片名耽误的科幻美剧。影片中的13号仓库储藏着各种神秘的藏品，就好比国产剧《重启》中的11仓，它在各个时代由当时强大的国家保管。影片开头，一个神秘的石像正在被清理口腔，男人不小心把牙刷掉了进去，他再次想要去取的时候，却被石像上面的水晶牙齿刮伤了手。男人起初没有在意，很快博物馆展览会到来，今天将会有大人物参观。男人一脸呆滞的来到现场，脸上满是虚汗。当他再次看向石像的时候，眼睛里却突然满是血丝。男人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召唤，径直走向了总统。而这一幕刚好被巡逻的小麦看到。小麦凭借多年的经验意识到不对劲，果然男人手里划出了匕首。小麦赶紧从大腿中掏出手枪，通过无线电给同事示警。警卫员赶紧护送总统撤离。刺杀失败，男人跟小麦对峙了起来。男人趁小麦不注意，一把踢掉手枪，随后将小麦挟持了起来。哪料小麦也不是好惹的，凭借着英姿飒爽的身法，3两下就击倒了男人。就在他解决一场危机的期间，同为特警的皮特发现神秘的石像竟然在不断的渗血。他察觉到了一丝危机，抄起石像就要带走。然而慌不择路的他突然摔倒在地，石像也滚到了一个老头身边。老头不顾皮特的威胁，从液体里掏出一个神秘物件，刚好插进了石像的头顶。石像顿时发出一道强光。被小麦逮捕的男人也是痛苦不已，直到石像的嘴巴闭上，男人也才恢复了过来。当皮特回过神后，眼前空无一物，紧接着地上的血迹开始消失，就连他身上的血迹也瞬间没有，因为丢失了文物。领导并不相信他天马行空的说法。接着皮特就被带薪停职回家。当皮特回到家时，敏锐地察觉到周围有危机，原来是一个黑人女子。女人自我介绍叫雷夫人，隶属于你不知道的政府安全部门。随后手下递给他一份任职书，并告诉他明天到一处指定地点上班。皮特理所当然的以为是自己的失职被领导给卖了，而那个指定地点竟然在荒郊野岭。皮特历尽千辛万苦才到目的地，竟然是一个大仓库。还没等他疑惑，远处再次驶来一辆车，是昨天表现良好的小麦，他也是被调到这里工作。然而他们身后的那个仓库却突然打开，里面存放着各种诡异的物品，有上千年历史的灵异古董，又有百慕大诡异消失的轮船飞机。里面的物品已经不能靠科学来解释，仓库之大靠脚来行走肯定是不现实的。他们乘坐的观光车就是爱迪生创造的新能源汽车雏形，依靠男女同时触摸栏杆提供动力。在阿迪的说法中，人都拥有着能量，互相排斥且又互相吸引着，这种能力也能作用到物品身上。眼前这种蓝色药水被称作中和剂，昨晚阿迪就是用泡过药水的开关来插入石像的，它能封印灵异物品的邪恶能力。这个突然出现的水壶就欠泡了，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，可如果是不可实现的愿望，就会出来一只老鼠。因为这个水壶比较神奇，所以时常要给它泡泡澡。而刚刚小麦的愿望其实是想调职，阿迪劝解他，既然不可实现就别再想了，你们的任务负责找寻各种奇怪物品，然后用中和剂封印它们并带回来。皮特对此非常的感兴趣。很快他们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，一个自力更生的好学生突然暴打自己的女朋友，显然是被什么控制了。线索只有这么多，其他需要皮特2人去寻找。阿迪给他们配备了工具，一桶中和剂和一个双向视频对讲机，还有一个特斯拉发明的高压电枪，它可以清洗你的短期记忆。上次皮特就中了电枪的招。很快他们就在警方的配合下对大山审问。在问了几个问题之后，大山开始变得诡异起来，他嘴里不断的念着一段古语，接着如乌鸦附体一般，直接就把上螺丝的桌子给掀了。幸好皮特提前感知危险，躲过一劫。这案子一看就不简单，他们俩准备先从那句古语着手，找到了大山的导师马多教授。马多很快就翻译了出来，这是一句意大利古语，只有贵族才会使用的语体。虽然自己好几年没去过意大利，但他十分确定自己翻译正确。可小麦却察觉到他心里有鬼。根据教授办公室的摆设，教授很明显是个有强迫症的人，可他刚刚却把钢笔放错了。小麦随即找到原来的同事帮忙，调查到教授在几周前去过意大利，看来马多肯定有什么隐瞒。皮特赶紧联系阿迪，告诉了他古语，让他查查资料看看是什么物品。而就在此时，教授找到了一个女人，他告诉女人自己要把那东西送回意大利，可女人却打着打火机，接着拿出一个发光物品。教授立马就变得震惊了起来，随后他放下钥匙，慢慢的掏出了加油枪，直接就对着自己滋了起来。滋爽快了，男人就开始掏出打火机。看着飞驰而过的救护车，皮特意识到出问题了，跟着救护车的方向就追了过去。等他来到现场时，男人已经变成了焦炭。加油站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教授在加油前一直念叨着那句古语。警方质问皮特他们有没有对教授说过什么，皮特不想惹麻烦，随口几句打发掉了警员，接着顺走了教授留下的钥匙。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调查线索。小麦很快发现书柜的异常，果然里面暗藏玄机。小麦从里面拿出一本小书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那句古语。原来这是装东西的盒子，可里面的东西却已经不在。就在此时，教授的前妻阿丽走了进来，小麦向他问起了盒子中的东西。阿丽告诉了他们一个线索，并要求一同前往。然而在前往的路上，皮特敏锐地发现盒子里的凹槽刚好可以放下阿丽头上的发簪。他意识到危险的降临，赶紧暗示小麦停车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等他们清醒过来，阿丽已经不见。这时阿迪打电话过来，
确认他们找到是发簪，上面附着一个恶毒女人的诅咒。发簪是由一个炼金术士制作而成，在电离发簪时把迷魂剂融了进去，所以它会影响脑神经化学反应。而那句补语就是开启发簪的开关，它会扭曲并助长人的欲望，然后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。还没等阿迪说完，小麦就挂了通讯，他们必须尽快找到阿丽。而此时的阿丽正使用发簪念起了咒语，就在阿丽很快就全被控制住。等皮特他们赶到，已经晚了，两人准备分头行动。皮特战战兢兢地走了过去，此时阿丽他们正准备展开献祭，皮特赶紧上前阻止，却被大山一拳打飞。小麦也被阿丽用发簪迷惑，幸好皮特用电击枪消灭他刚刚的记忆。而此时大山捡起了地上的枪，对准了他。皮特想要开枪，可电压不足，不过他早有准备，一开始他就没有装子弹。小麦趁机一拳打翻阿丽，接着皮特从他手中抢过发簪，并丢入了中和剂中。中和剂很快起了反应，现场顿时金光四射，最后全被吸入了中和剂中，在场的人也全部恢复了过来。最后发簪被保存进了13号仓库。皮特和小麦似乎感觉当个仓库保管员也不错，都选择留了下来。芝加哥出现了3起银行抢劫案，每一起都非常的诡异。劫匪极不朝天开枪，也不威胁群众，而是打开大衣，露出一排低音炮音响。这声音魔力还挺大，监控探头直接失灵，连钢铁大门都无法阻挡它的魔音。这种诡异的作案过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，监控视频里看不到匪徒的脸，也听不到现场发出的声音，就连现场的人都短暂性失忆。在阿迪的引导下，小麦发现了一丝异常，一个光头男正拿着手机在通话，或许可以从里面得到线索。原来光头男当时正在给老婆留言，于是他们找来银行的职员，尝试通过播放录音帮他回忆当时的经过。可当小麦按下录音开关，职员突然瞳孔放大，眼神迷离，慢慢的开始掉眼泪。小麦赶紧关掉录音，制止了他这诡异的行为。可他还是记不起当时发生的事，只是突然感觉到爱意。在经过拥有丰富经验的阿迪分析后，推断出一切原因跟音乐有关，而人都有着感官记忆，所以职员才会再次产生反应。那为什么音乐对皮特他们无效呢？或许找到音乐的制片人就能找到线索了。刚好皮特小时候听过这个类似旋律。阿迪经过一阵搜索，把目标锁定在一个音乐家身上。很快他们找到了那个音乐家，可这个神志不清的老头一看就不像抢劫犯。老头已经被看护了5年，身上患有各种病症，已经不能自理，而且上个月还检测出肝癌，即将离世。可老头年轻时对音乐非常的痴迷，一心想要创造出让人类愉快的音乐，但后来却被唱片公司欺骗，偷走了他所有的音乐版权。至此后，老头一蹶不振。保姆提议他们可以去唱片公司找线索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唱片公司。皮特看到美女就来劲，全然不顾旁边小麦的感受。公司老板杰夫带他们来到储藏室。杰夫对老头的事也是无奈，他的唱片早就已经过时，可最近却有一个匿名买家想要花大价钱买回老头的作品，甚至包括那些从没有发行过的作品。那是老头和他的录音师费舍创作的所谓愉悦的音乐，可因为他们的瞎搞，给公司浪费了大量钱财。随后，皮特直接说明了来意，最近发生的抢劫案跟未发行的作品有关。杰夫直接说不可能，因为仓库唯一的钥匙就在他身上。案件再次变得诡异了起来，眼下只能先找到那个录音师，看看有没有办法。可费舍已经失踪了6个月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小麦从服务员掉落盘子的声音中猜测到劫匪空手抢银行的原因，因为银行的都是大理石装修，而劫匪放出的诡异音乐在瓷砖的作用下产生了共振，所以才使得群众感受到强烈的爱意，因此短暂失忆。依靠这个推理，只要找到相同装修的银行，就能找到抢劫犯的下一个目标。阿迪刚想帮忙查探办公室，却进来一个人，他直接掏出一个古老闪光相机，快门一按，来人就如照片一样被定在远处。这个柯达1克的相机也是13号仓库的收藏。原来之前是阿迪溜进了他的办公室，阿迪的电脑遭到攻击，他查询到发出攻击的地址正是这里，而那个男人其实是皮特与小麦的老领导。很快阿迪就查到了同样的银行，可小麦还是晚来了一步。抢劫犯已经得手，准备离开，他立刻冲上去抓捕，可是自己势单力薄，抢劫犯一心想要逃跑，最后还是被小麦逮住了一个，正是那个录音师费舍。就在人被带回去的时候，皮特突然察觉到危险，他赶紧让小麦戴上耳塞，果然那群抢劫犯又来了。很快，现场的人在音乐中感受到浓浓的爱意。另一个劫匪准备过来带走费舍，小麦此时还是半清醒状态，赶紧偷偷的把手机丢入费舍的衣服。最终，众人愉快的欢送了抢劫犯。而另一边干完活的阿迪，快门一按，解除了老领导的照片状态。刚想用电压枪清除对方记忆时，老领导却说并不是他攻击的。在一番检查后，原来是黑客利用镜像从这里发出的攻击。此时，小麦打来了视频通讯，需要他帮忙定位手机，这样就能把劫匪一网打尽了。然而皮特还受音乐的后遗症影响，跟探员谈情说爱中，甚至还把目标放在了小麦身上。等他回过神后，他那堪比女人的敏锐感觉闻到了小麦手上有杰夫助手的香味，是刚刚小麦跟抢劫犯纠缠留下的。看来其中一人竟然是他。随后他们来到阿迪查到的手机地址，竟然是老头的保姆，而另外2人正是费舍和助手。原来杰夫的助手是老头的女儿，他们抢劫银行只是想买回老头一生的创作。
老头为了音乐疯狂大半生，最后却一无所有。为了让父亲没有遗憾地度过余生，女儿才决定买回唱片，但需要一笔不菲的钱财。于是他才伙同费舍和保姆，利用那张特殊的唱片去抢劫银行。可这种方式显然是不对的。至于他们怎么处置，不归二人主管。皮特只是带走那张唱片，仔细看这个老奶奶，他用伞把自动卖报机捅个半死，接着又一脚把她踹翻在地。老奶奶从里面掏出报纸。10 cents, can you believe that? 随后来到咖啡厅，因为店员光顾着打电话不理他，老奶奶一个机灵，抄起店员的头就砸了下去。这真是完美诠释了不是老人变坏，而是坏人变老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老奶奶完全具备行为意识，可她就是突然控制不了自己。如此诡异的事件在小镇接连发生。小镇的一家音乐教室内，一个小孩拉琴拉得好好的，突然用力地把琴弓折断，随后更是愤怒地把小提琴给砸坏。而就在小镇的另一边，一个修女竟然爬上了房顶，在路人惊恐的注视下，修女面带笑容，张开手臂跳了下去。小镇接连发生诡异的事件，引起了阿迪的注意，他赶紧安排灵异二人组前往调查。刚到小镇就目击了老奶奶的全过程，两人准备先探查一下，看看三人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，于是便分头行动。皮特去找那个孩子，而小麦则去教堂找那个修女。一开始跟修女的谈话都很正常，修女的表现让小麦很是奇怪，她竟然认为自己可以飞，而且还经常重复这句话。小麦察觉不对，就要跟神父单独聊聊。修女是从1年前来到这里的，在那之前她曾遭受过家庭暴力，可自她来到教堂就有所好转，最近也没发生任何情绪波动。当他们回到办公室时，修女却已经不见踪影。听到外面传来呼叫声，他们赶紧冲了出去。修女又再次的爬上了高楼，并义无反顾的跳了下来，幸好下面有雪堆救了她一命。而另一边，皮特却没找到小男孩，警长告知他小男孩已经昏迷住院。他们通过对几人的调查发现，三人社会关系根本没有交集。为了进一步了解老奶奶的情况，小麦约了白天那个医务人员见面，而皮特则通过酒保给的线索来到了一家戒酒中心。一个男人正在台上分析经验，他说自己要不是20多年前戒酒成功，也许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刚说话，男人就精神恍惚，随后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。皮特察觉不对劲，赶紧追了上去。而另一边，小麦的谈话也不顺利。本来了解的好好的，医务员同样精神一振，诡异的双眼盯着小麦看个不停，接着视线往下慢慢地凑了过去。小麦发现了医务员的异常，赶紧阻止了他这无理的行为。然而医务员却变本加厉，甚至还上手了。医务员这才察觉不对，赶紧解释。幸亏小麦身手敏捷，躲过了他再次袭击。他已经看出医务员也中招了，所以只能用疼痛让他清醒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先把医务员锁住。与此同时，皮特跟着那个男人来到此处，并止住了他即将破戒的行为。男人清醒了过来，跟皮特说了句谢谢，可下一秒又迷糊了过去，要去抢酒喝。男人的心理医生也跟了不来，不理解男人异常行为，同时也看到医务员对小麦的骚扰行为，并大声呵斥医务员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你的毛病不是已经戒掉了吗？”原来医务员也是他的病人。小镇接连发生诡异事件，皮特猜测跟眼前这个心理医生有关，因为这两人都接受过他的治疗。他找到心理医生询问，在对周围环境经过一番搜查，找到了一个古董怀表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。而另一边，小麦再次找到牧师，可是没聊几句，小麦也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，开始神情呆滞，胡言乱语。看来小麦也中招了。牧师赶紧把他叫醒。当皮特和小麦会合后，皮特张口就开始炫耀自己功劳，却不知这种行为惹怒了小麦。小麦抬手就给他来了一拳，趁皮特没反应过来，又给他来了一下。大胖想要上前阻止，自己也遭殃被一拳干翻。此时皮特终于意识到不对，小麦也被感染了。隔天皮特把小麦保释出来，现在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原因，否则小麦会中毒过深昏迷过去。很显然不是昨天找到的怀表。皮特故意用言语刺激着小麦，让他再次失控袭击自己，目的是让他回忆刚刚的经过。原来他刚刚十分讨厌皮特装逼，潜意识被某种力量放大，所以才会不由自主的去袭击皮特。就在他们回忆这几天小麦去过的地方时，看到那个医务员和老奶奶同时进入教堂。原来他们忽略了教堂，小麦也是在教堂中招的，可牧师却没有异常行为。在经过一番了解后，果然这些人都来过这里，而且都坐过同一把沙发。在皮特的询问下，牧师说这把沙发是他曾祖父留下来的，在1周前才拿过来使用。经过阿迪的调查，他的曾祖父是个催眠术之父，而沙发中的弹簧早已经被催眠大师经过无数治疗产生了磁化，所以一旦有人坐上沙发，就会被刺激释放出潜意识的欲望。突然外面响起了呼救声，是那个警长在威胁群众。警长昨天也来过牧师这里，他误以为是皮特给小镇带来的灾难，准备过来了结他们，全身还绑满炸弹。皮特放弃了动用电压枪的想法，他不敢保证会不会直接引爆。两人商量了下，准备分头行动。小麦留下控制警长，皮特则去解决那个沙发。当他用中和剂把沙发浸湿后，误以为已经成功了，却不知他的出现更加刺激了警长，直接按下了定时炸弹开关。看来只能武力破坏了。皮特取下了消防斧，对着沙发就砍了下去。而另一边，小麦和警长纠缠了起来。就在时间所剩无几的时候，皮特终于破坏了沙发里的弹簧，一道冲击波随即散开。他赶紧过来支援小麦，两人最后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。然而他们刚解决完小镇的危机，13号仓库那里却出事了，有人在入侵仓库。
神秘的13号仓库遭到入侵，如果里面的藏品现实人间，那将会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幸好劫匪只带走了阿迪，然而他这么做的目的竟然为了救困在异空间的哥哥。哥哥约书亚为了验证古人雷提库斯的理论，从而掌握心灵感应的能力，却因为实验失败被困在了异空间。妹妹小雅能感应到哥哥的存在，所以想重现当年的实验带回哥哥，可她的能力一般，只能把阿迪给绑了过来。而阿迪曾经也是亲眼看见约书亚消失，最近他也感应到陌生的呼救。起初他还不相信约书亚没死，可当看到小雅亲自连接哥哥后，他决定帮小雅一把。而就在此时，灵异二人组出任务回来，发现仓库大门被打开，进去后仓库里面空无一人。从损坏的报警器猜测艾迪已经遇害。随后他们拿出持续光谱仪，再现了屋子内几个钟头前发生的事。多亏皮特懂得唇语，从阿迪的嘴型中查到了绑架他的女孩小雅。原来小雅曾在收容所长大，从小父母双亡，一直与哥哥相依为命，直到哥哥消失后，她才来到这里。可她半年前却被精神病院带走。他们来到小雅的房间查探，满墙的信息都是关于雷提库斯的研究。小麦敏锐地发现书上多处出现了一个罗盘，他们猜测一切跟罗盘有关，果然也被他们找到约书亚曾经的实验资料。就在他们准备回去时，阿迪打电话过来报平安，他希望皮特回去查探雷提库斯的遗物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随后他便从车上取了工具回去，这是富兰克林的避雷针，他需要用这个代替罗盘，以产生强大的电荷开启实验。就在阿迪准备开启实验时，约书亚再次出现，他赶紧劝阻阿迪放弃救他，因为此时小雅已经危在旦夕，他在用生命力连接哥哥所在的异空间，即使把约书亚救回来，妹妹小雅也会因此死亡。可如果不救，约书亚将真的消失。而另一边的仓库里，皮特两人找到雷提库斯的遗物，他们想从中了解雷提库斯，从而查到为什么约书亚遵循了雷提库斯的一切规则，最后却还是实验失败。皮特凭借敏锐的感知，查到一件器物的异常，里面有着隐藏的嵌板，看来雷提库斯是个喜欢猜谜的人。另一边，在得知阿迪准备放弃时，小雅竟然开始强行连接异空间开启实验。幸好此时皮特他们也赶过来，说出了他们找到的线索。阿迪想起了曾经的那个罗盘，或许救回约书亚的谜底就在那个罗盘里面。随后他拉着小雅，让约书亚触碰自己，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，两人同时消失，再次出现已经在了异空间。时间紧迫，阿迪赶紧拿着罗盘一阵探索，随后便被他发现了隐藏嵌板，在输入密码后成功的打开了。紧接着三人一起触摸罗盘，阿迪跟随里面的提示顺时针旋转90度，一道金光闪烁过后，三人成功回归。时隔12年后，两兄妹再次重逢。你想拥有一件这样的斗篷吗？穿上它，你就可以随意穿墙，轻而易举的来到拍卖行仓库，神不知鬼不觉把心仪拍品带走。如此诡异的斗篷当然要放在13号仓库里。灵异二人组在收到消息后，立即赶到了拍卖行。美女接待说电子门根本没有开启过，拍品就这样不翼而飞了。而这件拍品本来今天就要拍卖的，有2个富商对拍品很是感兴趣。小麦看到皮特与接待眉来眼去就很不爽，商议着让他直接滚蛋，自己留下来探查储藏室。皮特也只能乖乖答应。他来到工地找到富商老吉，告诉他心仪的拍品在昨晚被偷了，想知道富商昨晚的行踪。老吉对此很是不耻，我这么有钱还用得着偷吗？不过他还是乖乖配合皮特。两人谈话结束后，皮特发现一个工人的异常，刚想上去询问，却收到小麦的来电。原来小麦在储藏室发现了一根羽毛，当把羽毛取下来时，上面金光闪闪。皮特拿起来后，手臂跟着闪光，随后对着墙壁实验了一下，果然如他猜想的一样，对方就是靠神秘物品穿墙而来。他们把消息告诉了阿迪，阿迪劝说他们小心另一个富商阿伟，因为阿伟的父亲是个文物破坏者。当他们来到阿伟家时，竟然发现一个一样的雕像。阿伟解释道，这是其中一件火系雕像，这个系列一共有4件，分别是炎风水火。创作雕像的作家用它们来表达对印第安人造物神话的赞美。皮特告诉了他发现的羽毛，想知道阿伟认不认识。阿伟顿时就脸色大变，随后叫了一个人来要把雕像带走。这个人竟然是老吉手下的那个工人，被阿伟派去卧底的。阿伟猜测这件雕像将是神秘人的目标，想要把他给转移走。没想到皮特不干了，直接亮标说这是我管了。晚上他们开着一辆货车开始转移雕像，可在一处红绿灯处，那个神秘人再次出手了，抓起皮特就要往外送。小麦从后视镜看到了被控制的皮特，赶紧让停车，皮特直接就被从车上丢下。那个工人长发男想去检查货箱，却没想到货车转眼就被开走了。而另一边，阿迪查了一天的资料，终于找到了一丝线索。根据雷内佩部落的传说，世界是由4种元素所创造，而盐赐予了世界具体形态。钢号斗篷可以随意控制形态。阿迪把整个案件整合一下，对方或许想通过雕像找到4种元素，从而掌控元素，获得无法想象的能力。他赶紧打视频通讯给皮特，让他去阿伟的家里再探查一下，因为阿伟的父亲曾就和老吉争夺过雕像。果然被皮特发现了一个密室，他赶紧通知正在和阿伟吃饭的小麦。原来这个密室算半个伯利的祭坛，而伯利正是雕像的创造者。皮特让小麦赶紧把阿伟带回来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。接下来他跟阿迪一边视频，一边探讨着密室的秘密。伯利曾经娶了一个雷内佩部落的女人，后来才制作了4座雕像，而雕像是指向一个叫神圣地洞的地图，然而里面的元素代表着创造和毁灭。这时候小麦带着阿伟回来，阿伟面色凝重的全招了，他猜测一切都是老吉所为，目的就想进入神秘地洞获得力量，而他的那个长毛手下其实是个雷内佩佩。
负责守护那个地洞。现在他们必须先老吉一步找到地洞。此时的长毛真被老吉抓到住处，老吉早就知道长毛的身份，此刻只为得到他手上的手镯，上面有着真相将于黎明揭晓的秘密。老吉穿上斗篷，逼迫长毛说出真相，没想到长毛誓死不从，最终被老吉从墙壁一把推了出去。随后老吉不断端倪着雕像，想从中发现秘密，一直到太阳刚升起的时候，顺着阳光照射的方向，他把雕像笔直排列了起来，终于发现了里面隐藏的地图。而另一边，皮特他们在伯利的笔记得知，伯利在知道地洞位置后停止了笔记。就在阿迪苦尽脑汁找寻位置的时候，小雅却说这不跟龙脉很相似吗？果然在小雅的提示下，他们也找到了那个位置，正是老吉的那个宫邸。原来老吉一直在试图挖掘伯利考察过的地点，没想到这次刚好就是那个地洞。此时的老吉正安排工人展开爆破，好让自己能成功穿上斗篷穿越。当皮特他们赶到时，已经晚了。此时整个城市地动山摇，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等见到老吉时，他已经吸收了3项元素。在此之前，老吉已经吸收了生命之水，还有风系之剑跟炎之石的能力。皮特本想用枪阻止老吉，却被一顿风系法术击飞。就在老吉准备吸收最后一项火系元素时，皮特趁机拿起老吉放下的风系之剑，一把扎进了老吉的体内。这真的是大意了，老吉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各种元素在他体外乱飞，最终被一道光束带往了西天。场面也只剩下那件斗篷，一场危机成功的被解除。这是一把可以破开光线的武士刀，从而使人达到隐身的效果。相传德川幕府曾使用它统治了岛国几百年，然而对于这种超能力文物，13号仓库才是它的归属。就在不久前，这把刀被挖掘出土，准备在最近献给美国总统。阿迪顿时起了爱宝之心，便仿造一把赝品派灵异2人组去偷换回来。然而皮特他们刚到大使馆就出了意外，房间突然出现一道强光波动，紧接着他们就被吸向了房间。在场的人都被这种能量波冲击倒地，皮特迷迷糊糊的看到一个人走过，随后便再次昏迷过去。很快他们就被当成嫌犯控制在了大使馆，他们赶紧把这事报告给阿迪。当阿迪听说他们收到一股往内吸的爆炸力后，顿时就脸色大变，马上收拾东西亲自前往。而这边2人组看到岛国安全员小川过来，就要上去询问，没想到这次闹乌龙了，自己的曾经上司老金也在。小川已经不知道哪方是真正的特勤局，老金深知他们的神秘，没多说几句便放他们走了。就在2人组讨论如何混入大使馆时，阿迪出现在了车外，随后便给他们戴上了护目镜，并拿出了一个穿天猴插在地上，这是在14世纪出现的古董，它散开的烟花可以将观看者催眠，时间长达10分钟之久。等他们进入后，室内的一切被吸成一团。阿迪一眼就看出这是内爆弹造成的，可这种东西在多年前就已经被仓库封存。阿迪断定这个偷刀的人与仓库有关。回到住所后，阿迪告诉了他们这把刀的来历。然而小麦却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异常，2把刀一对比，其中一把缺少刀型，只有合2为1才能产生效果。刚好这个刀型正准备放回博物馆，于是双方准备分开探查。阿迪去查内爆弹，等阿迪来到目的地，却只看到一具渣渣。这个人知道如何制作内爆弹，好在阿迪在地面发现了未吃完的糖果，这更加让他确信了神秘人是谁了。另一边，皮特2人一直在盯着特勤局的举动。就在特勤局准备物归原主时，那个神秘人再次出现了。只见他使用了同样的特斯拉枪，皮特见状也是掏出武器，结果双方都被电击力的冲击力掀翻，神秘人趁机逃跑。皮特他们赶紧拿上刀型去追，可没想到最后还是失去了神秘人的踪影。然而苏醒过来的特勤员却把他们当成了劫犯。面对如此场景，皮特也只能束手就擒。老金再次相信了他们，但希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要再插手了。阿迪得知他们失手后，只能亲自动手，来到特勤局盗取刀型，没想到刚好被老金堵住，这下好了，3人全部落网。不过他们坚信身后的大 buff 夫人，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出去了。皮特找到老金询问案情经过，刚好看到小川取走刀型，而小川回过头的侧脸让他联想到了最开始那个模糊的脸。与此同时，雷夫人的保镖过来保释了他们。就在押送他们回去的车上，小麦动用了特斯拉枪，只见车内蓝光闪动，2个人成功逃了出来。而另一边，小川已经在跟神秘人交易了。这把神奇的武士刀再次重见天日，阿迪也是追了过来。一进来就看到小川被斩首的一幕，接下来他的手枪也被打掉。他望着旁边的灭火器，想趁机破解神秘人的隐身，没想到还是被一招命中。不过这正合他意，眼前这人正是曾经的仓库管理员詹姆斯。皮特的声音传来，阿迪死死地抓住武士刀，詹姆斯只能弃刀逃跑。皮特刚帮阿迪抽出武士刀，远处就丢过来一个内爆弹，3人赶紧逃跑。爆炸产生的内吸力让整个仓库都变形，最终武士刀被封存在了13号仓库。这是一本诡异的笔记，当老头把手放在上面时，笔记上面的文字就如同蚂蚁一样钻进了老头的身体。老头随即发出惨烈的哀嚎，而这个老头正是小麦的父亲。小麦在收到母亲的电话就赶到了家里，没想到同事皮特已经先一步来到这里，而他的父亲已经恢复了正常，并不记得之前痛苦的经历。经过医生检查，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提醒他多注意保养。随后父亲就来到地下室，他再次拿起了那本笔记，诡异的一幕再次发生，这次老头越发的痛苦。小麦听到动静赶来，父亲已经倒地。皮特戴好手套，拿起笔记丢到一边，可父亲却并没有好转。小雅飞速带着中和剂赶了过来，当皮特把笔记丢进桶中，预想的爆炸场面没有出现，
父亲手上的文字依旧在流动。阿迪认为这是一种双生型文物，它至少包含2个物品且相互关联，必须得同时处理才起作用。小麦猜测有人故意加害父亲，而这个人有可能是仓库的头号叛徒麦克森。就在不久前，皮特还差点抓到麦克森，可叛徒却掏出了可以控制孙悟空的金箔，利用金箔发出了巨大的音波攻击，现场所有人都被震翻在地，陷入了短暂的耳鸣状态。麦克森再次的逃脱掉，而他袭击小麦的父亲又有什么目的？阿迪也终于查到了文物的来历，那是一位著名推理和惊悚小说家的笔记。另一个双生文物是一支笔，要将笔和本子重聚才能解除危险，必须得尽快找到笔，因为此时2件文物正在耗用父亲的生命来相互连结，时间久了将会有生命危险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校园内，同学小帅正在被校霸欺负，还被校霸捡起他梦中女神的照片羞辱一顿。小帅怀恨在心，恶性油然而生，慢慢的他被一支笔给吸引，里面一股神秘的能量召唤着他。小帅直接一拳轰碎玻璃柜，拿到了里面的那支笔，而他拿笔的时候也是父亲发作的时间。小帅很快就变得邪性了起来。就在校霸准备去储物柜拿东西时，突然里面喷出一股火焰，然而却没人注意到，一旁的小帅正冷眼注视着这一切。没多久，小帅就被教授叫了过去。教授已经猜测是他偷了笔，可为了保护小帅的自尊，他准备去来杯咖啡，希望回来的时候能看到笔能回归原地，到时候自然不会深究。可小帅却叫住了他，并递给教授一张纸。教授看到上面写着“疯强”并读了出来。下一秒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13号仓库赶紧派人来调查。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储物柜，里面果然也有一张纸条。看来小帅是利用那支笔来施展法术。校长告诉他们，最近刚好丢了一支笔。随后2人便来到教授办公室寻找。皮特突然感觉到不对，他仿佛听到了墙壁里有声音。再联想到作家曾写有被封进墙中的人的章节，皮特严重怀疑教授在里面。在拆出一个洞之后，露出了奄奄一息的教授。他说一切都是小帅所为，而此时的小帅又开始控制自己的梦中情人。当皮特找到他时，小美已经被控制。皮特还想着劝说他放下手中的笔，可自己却中了小帅的诡计，读出了地上纸条的字。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钟摆向他们袭来，2人躺在地上不敢动弹，还被突然出现的皮带绑住。小帅连番施法，使得小麦的父亲在疯狂透支生命力。小麦在阿迪的提示下找到了父亲曾写下的小说，这是父亲的最爱，却又不舍得出版。只要在他耳边读出小说的内容，或许能压制父亲的异常。很快，父亲变得安稳了起来，而这边小帅也受到影响，不小心把笔掉在了地上。小雅的身体解除控制，一把拿起隔离带把笔装了起来。异能消失，皮特也解除了束缚，他赶紧拿着笔往回赶。只见皮特把笔放回了笔记上，顿时一股黑烟出现，父亲身上的文字开始变成黑烟，回归了笔中。而他仅仅以为经历了一场噩梦。就当他们准备回归13号仓库时，皮特突然感知到危险，楼上父母家再次出事了。等他们上楼，父母被一股灯光照得不能动弹，原来是麦克森出现了。他手中的这盏开膛手杰克的提灯一旦熄灭，父母也将跟着灰飞烟灭。而他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皮特他们找回那支笔。最后，麦克森带着笔和本子再次逃脱了。这是个神奇的徽章，拥有它相当于拥有了免死令牌。光头男拿着徽章被推入锅炉中，没一会他又没事搬走了出来，而代价是需要有人做替死鬼。15年前一场火灾救援中，麦克森想要借用凤凰令去救女友，但阿迪碍于仓库规则，并不想让麦克森使用仓库藏物。麦克森只能把阿迪击晕，抢走凤凰令，成功的救出了女友，而代价是导致里面的人员全部死亡，其中还包括进去救援的5名消防员。麦克森也因此被逐出了13号仓库，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。可在服刑了2年后，监狱发生大爆炸。雷夫人以为麦克森已经死于当场，却没想到最近麦克森又出现了，还利用仓库藏物兴风作浪。知道了敌人的底细，就好下手了。皮特他们准备先从麦克森女友入手。与此同时，麦克森正在黑市拍卖仓库藏物。这是一件公元221年制作的塞维鲁高脚杯，当时的罗马皇室就利用它来平息众怒，只要摸一下杯沿，就会产生让人难以忍受的声音。这次只是过来掩饰藏品，下一次将正式展开拍卖。而另一边，皮特他们已经找到卡罗尔。卡罗尔谎称自己15年都没见过麦克森，却不知道小麦从周围的种种细节发现家里住有2个人，还看到了麦克森留下的线索，上面有个权杖标志，跟卡罗尔的项链一样。阿迪要去把项链也带走。皮特在此时突然有不祥的预感。此时的他们正一步步走进麦克森的圈套。他们根据名片上的地址来到一处工厂，刚进去就被光头男用高脚杯袭击。皮特强忍着难受，一把拍掉了高脚杯，杯子碎裂的余波把周围的玻璃都震碎了。清醒过来的小麦发现了一个盒子，旁边刚好有个能匹配项链的小孔，里面竟然是个眼镜。戴上它，居然看到了凤凰令，左下角还标有起拍2000万，而那个盒子上面还看到了拍卖日期和地点。种种一切好像是被麦克森引导着，可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储藏在13号仓库的。另一边，小雅也查到了麦克森拍卖网站。当看到麦克森的样子时，他惊讶了下。他认识麦克森，麦克森曾是哥哥约书亚的教授，而且上次他能入侵仓库系统，也是受到了麦克森的教导。雷夫人在收到阿迪的消息后，去仓库查看凤凰令，果然不见了，连那个高脚杯也被换成了奶瓶，而打开记录竟然是小雅。随后，雷夫人就找到小雅当面对质，然而小雅却不承认自己做过，就算对他使用吐真剂也愿意。
可雷夫人却说小雅可能被麦克森洗脑了。拥有看透人心的小美也认为小雅不对劲，恼羞成怒的小雅只能离开仓库。另一边，阿迪他们根据拍卖地址来到一处荒野，戴上眼镜在地面发现了一个机关，刚好能放下木盒子，一个机关入口瞬间出现在眼前。众人追随叛徒的踪迹来到地下，为了防止被埋伏一网打尽，三人选择分开搜寻。很快，皮特两人就找到交易的地点，却没想到阿迪突然出现了，还跟对方交易了起来。皮特两人不断猜忌着阿迪的目的，后面又出现了一个阿迪，这可把两人给整懵了。好在阿迪说出了不久前发生的事，小麦也想起了仓库有个化生顶针的藏品，可以让人改变容貌，两人这才确定它是真的。那另一个假货又是怎么回事？几人分开往前逼近，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阿迪这时候却被麦克森给抓住了，而这边凤凰令的交易已经完成，正准备拍卖下一件藏品时，突然响起了警报声，买主赶紧撤退逃跑。皮特两人也在此时出现，逮住了冒牌货。当他拿掉顶针时，冒牌货终于现身，而麦克森毫无顾忌走了出来，丝毫不屑皮特两人的威胁，因为他有个重磅人质，并且阿迪嘴里的弹丸是个小型核弹，只要受到轻微挤压就能引爆。为了安全考虑，两人只能放下手枪。皮特却在此时偷偷发难，示意了小麦后，拿出了那个破碎的高脚杯，随后把高脚杯摔在了地上。麦克森终于被成功的抓捕，这种危险人物监狱是关不住他的。阿迪准备把他做成铜像，永久的封印在13号仓库。雷夫人出来迎接，把富有守护神的结晶钻石戴在了麦克森身上，这是为了中和他血液里的矿物质。因为在麦克森被逐出仓库时，在他体内注射了一种矿物质，如果麦克森偷偷溜回仓库，他的血液就会变成强酸腐蚀而亡。随后阿迪就冷冻了麦克森，接着给他镀上铜永久保存。一切看似尘埃落定，就当几人整理被偷走的文物时，有人偷偷溜进了铜像区，并释放了麦克森，而这个人竟然是小雅。雷夫人察觉到不对劲，赶紧让司机掉头回去。而仓库里，麦克森取回了顶针，原来叛徒是小美。这边阿迪正在整理文物时，旁边的显示器突然出问题，阿迪察觉不对，赶紧回了办公室。麦克森竟然在控制仓库系统，因为他带有守护神石，并不惧怕特斯拉枪的袭击。随着麦克森按下按钮，仓库开始竖起了无数铜墙铁壁。阿迪想要去制止他，却被麦克森反手击倒。听到警报赶回来的皮特两人被锁在门外，不能帮忙。随后麦克森便逃了出去，还启动了自爆装置。Because we'll self-destruct in 5, 4, 3, 2, 1.